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小说重案组长程毅破案如神，却因单身被调侃，案件背后暗藏玄机。大家注意啦，这本书绝对是年度最佳爽文。主角从零开始，一步步崛起，每个逆袭都让人拍案叫绝。别以为这是常见套路，作者在剧情和设定上玩得出神入化，看得我激动的直呼过瘾，完全停不下来。终极刑侦高手，作者大斌。第一章警校优等生。叮铃铃，急促的电话铃响了起来。还在睡梦中，程毅只好把整个人蒙在了被子里。可这电话铃像是故意要和他作对似的，响个不停。没办法，他无奈地从被子里伸手接起了电话。喂，哪位？他懒洋洋地问道。哪位？你还好意思问？都几点了？你个死鬼，到底要磨到几点才来上班啊？电话里传来一阵极度不满的训斥声。一听这话，程毅这才从被子里探出了脑袋，朝床边的时钟一看，已经8点35分了。看到时间了吧？你给我马上过来，我有急事找你。这话音刚落，电话里便传出了嘟嘟嘟的响声。程毅不敢怠慢，放下了手中的电话，一脚蹬开盖在身上的被子，从床上跳了起来。刷牙洗脸换衣服，一切准备就绪。正当他要出门的时候，电话铃又响了起来。他忙上前抓起话筒，还未等对方说话，他已经抢先说道：“我说局长啊，你就别再催了，我这不马上就来了吗？”这时就听话筒那边传来了轻柔但却略带斥责的话语：“臭小子，又迟到了是不是？我就知道了，你这爱睡懒觉的毛病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改啊？”妈，是啊，不是你老妈，难不成是你老婆吗？我说儿子啊，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什么时候才能给我找个儿媳妇回来？就算不为妈着想，也要为你自己想一想啊！你妹妹去世的早，而现在我和你爸又都不在你身边，你就早点找个老婆回来也好照顾你啊，免得我和你爸成天为你担心。不为别的，最起码有人管着你，每天也不至于迟到啊！而且，原来这打电话来的不是别人，正是程毅的母亲。可他这一啰嗦起来就没完没了，这话还未说完，就被程毅打断了，道：“停！好了，妈，你快别说了，我都迟到了。找老婆那是要靠缘分的，不是想找就找的。好了，如果您急的话，您就在美国帮我找一个吧。你那边现在应该很迟了，你和老爸忙了一整天也累了。早点休息吧，不要多说了，就这样，我要走了。”说完便挂断了电话。他吁了一口气，自语道：“哎，还好挂得快，不然又要为找老婆的事啰嗦半天了。”这话一说完，看了看手表，已经8点50了。这一下他可不敢再拖了，飞一般的冲了出门。程毅的父母在美国做生意，而他们本也想让程毅和他们一起去，可从小他的梦想就是当一名警察。他父母熬不过牛脾气的他，只好给他买了套房子和汽车后，双双去了美国。在物质方面，他们不会为儿子操心，让他们唯一操心的就是程毅的将来。他们看着儿子渐渐的长大，可仍是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每天除了工作就是睡觉，根本就没想过出去找个媳妇回来，让他们二老高兴高兴。所以只要一打电话回来，程毅的父母便总是不停地催着他交个女朋友。可程毅每次总是左耳进右耳出，根本没把这些话放在心上。说起程毅，原本还有个妹妹，是个大学生，可不幸的是他在半年前被人杀害了，而凶手是谁，出于何种目的行凶，至今仍毫无头绪。这也是让程毅最痛心也是最头疼的一件事。毕竟他是警察，可却连杀害自己妹妹的凶手都抓不到。好了，这事我们容后再谈，
大家继续往下看吧。于是警察局位于市中心的繁华地段，这时已经是早上9点多了，警局里人人都在为新的一天忙碌着。咚咚咚，请进，门开着。局长，我来了。说着话，门被打开了，只见程毅正站在门口整理着身上凌乱的衣服。一见到程毅，刘局长唰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他迅速来到程毅身边，把他拉了进门，随后又迅速地关上了门，训斥道：“我说你这个臭小子，你这个臭毛病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改啊？你能不能有一天来得准时一点啊？”局长大人，您说的这话就太过分了吧？再怎么说我也没有每天都迟到啊，有案子的时候我不都很准时吗？说完这话便坐到了一旁的沙发上。哎，我说你啊，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局长边说着话，边又坐回到了自己的办公桌前，又道：“我说你呀，在这个局里可是保持着2项记录了，一呢是好的，你们组的破案率在全局是最高的；二呢是坏的，你睡懒觉在局里也是第一的。我就纳闷了，你这一天到晚的睡，就真的都能睡得着吗？您这可就不知道了，每到破案的时候，我的精神就出奇的好，您知道为什么吗？就因为我这平时的积累，才让我到关键时刻有足够的精神应付一切的突发事件。荒唐，一派胡言，简直是谬论，太不像话了。要是都像你所说的睡眠可以积累的话，那每个人都先用1年的时间睡觉，然后再干活，那不是接下去的1年里就可以一天24个小时不用休息了吗？程毅笑道：“局长，您这话说的似乎也有道理，有机会我可要试试才行啊！”臭小子，满嘴胡言乱语。局长被程毅的话搞得真是哭笑不得。程毅听后，朝局长吐了吐舌头，然后说道：“好了，局长大人，不和您说这些了。您一大早在电话里不是说有急事找我吗？到底是什么事啊？难不成就为了叫我早点来，让你数落几句吧？数落你，那倒没吃那么饱，反正你是1年365，迟到就有250。”这话说完，刘局长自己都忍禁不住地笑了出来，而程毅在一旁听的也是笑得合不拢嘴。我说局长啊，您老人家什么时候说话也变得这么逗了？还不都是被你给气出来的？说完便收住了笑声，说道：“好了，言归正传，闲话呢我就不说了，我叫你来还真的是有件事要告诉你。”见刘局长一本正经的样子，程毅也忙收住了笑声，他问道：“好了，您就快说吧，我听着呢。你也知道又到警校毕业的时间了，今年的警校又会要有一批优秀的毕业生要分配到我们局里，那不是很好吗？这样可以大大提高我们局的工作效率啊！别插嘴，听我说完后你再发表意见。”刘局长从桌上拿起了个文件夹，递给程毅：“这个你先拿去看一看。”程毅见状，忙起身上前接过了文件夹，翻开仔细的看着。这时，局长又开口说道：“这文件夹里都是这次要分到我们局的毕业生的档案。”程毅将文件夹内的内容大致的看了一遍后说道：“优秀是很优秀，可我发觉这里面好像女性居多啊。当然，这么做完全是我的意思，也正是这次的特别之处。我发现以往我太注重于办事的效率，所以每次都着重招收男生，忽视了警局的内勤工作。结果现在局里都成了大老爷们的天下了，想找个管管你们的人都没有。虽说也有那么几名搞内勤的小姑娘，可那终究人少，和你们在一起总觉得很别扭。你别忘了，女人可顶半边天啊！所以我这次主动让警校把那些优秀的女生全调到我们局里，这样才会显得协调些。不是有句俗话吗？男女搭配，干活不累，是不是啊？”程毅接道：“不错，你想啊，要是能多来些女同胞，你们干起活来不累了，
那某些人也就不会再睡懒觉了吗？局长大人啊，你就明说不就行了吗？某些人指的不就是我吗？不过这可是两回事啊，睡觉是睡觉，女同胞是女同胞，这两件事可不能混为一谈啊。好了，好了，话题又扯远了。你仔细看一看那第一页的人，你可要看仔细了，那可是分到你们组的。什么？我们组也有份啊？程毅闻言惊道：废话，你们组的卫生可算的上是全局里最脏最乱的了，不派个人去管管，那还能行吗？搞了半天你是想派个人来管我们啊？那还要我这组长干什么？程毅边看着文件夹内容的第一页，不满地说道：少给我废话，你仔细的看看，这何雨静可是警校里的优等生啊，各项的成绩都是优秀，人也长得漂亮，今年才22岁。不会吧，您连这也查得这么清楚？我看您这不像是招警察，倒像是在相亲呢。废话怎么这么多？有时间就少睡会觉，和你的那帮兄弟把办公室好好的打扫一遍，别让人家新同事第一天上班就像是到了垃圾场一样。我说局长大人啊，您也把我们那办公室也说得太脏了吧？局长笑道：好了，你快去做事吧。那这位漂亮的新同事什么时候上任啊？再过5天人就来了，快回去准备一下吧。程毅闻言，朝局长做了个鬼脸后，便飞一般的跑了出去。在程毅的办公室里共有5个人，除在程毅在外，其余4人，张海东因其身材魁梧，办起案来粗心胆大，所以外号叫大东。顺子原名卢顺，他是属于那种短小精干型的人。许正阳办起事来从没有半句怨言，可就是一副死脑筋，你让他干啥他就干啥，从不多干也绝不少做。郭鹏小名郭子，他的办案的能力仅次于程毅，因为这4人年龄都比程毅小，而且程毅又是一组之长，办案能力又强，所以他们都喜欢称程毅为毅哥。喂，你们看，都快9点半了，我们的那位瞌睡仙组长怎么到现在还没来啊？卢顺在一旁打趣地问道。谁知道呢？他一向都是这个样子的，没有案子办，他也就只有睡觉了。张海东回道。不过也奇怪了，他为什么不出去泡妞呢？第2章跑跑抓。咱们这位老大长得也不寒碜人啊，他怎么就不会出去找个女朋友啊？这样可比在家里待着强多了。郭鹏说道。许正阳闻言也说道：就是啊，毅哥成天除了办案就是睡觉，他也不缺钱啊，怎么就不爱泡妞呢？难不成他睡觉睡得把感情细胞给睡死了？一听这话，4人禁住地笑了起来。这时警局里的一位警员从他们办公室的门口走过，见他们4人笑得十分开心，便插口说道：你们还笑得出来啊？你们的那位瞌睡组长早来了，可一来就到了局长的办公室里，8成现在正在挨批呢。闻言，4人同时收住了笑声。卢顺说道：应该不会有事吧？我们毅哥成天到晚都是这副德行，局长也应该见怪不怪了才对，应该不会把他怎么样吧？按其余的3人一起点头，就听许正阳说道：我相信毅哥一定不会有事的。当然不会有事了，要是我有事了，那你们4个可还怎么混啊？说着这话，程毅从门外走了进来。众人见状，脸上都露出了轻松的笑容。卢顺忙说道：毅哥，听说你一来就去找局长了，没事吧？程毅笑道：你说呢？要是有事的话，我会这么轻松地站在这里吗？张海东道：那局长干嘛一大清早就找你谈话啊？该不会是因为你迟到的事吧？程毅道：我这又不是第1天迟到，要谈这事早就谈了，何必等到现在呢？众人越听越糊涂了，于是一起催促道：毅哥，到底局长找你什么事？快说啊！程毅微笑着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坐定。什么事？哈哈，
一件你们想不到的事。许正阳急道：“我说一哥，你就别卖关子了，有什么事就直说了吧，都快把人给急死了。”就是啊，就是啊，快说吧。其余三人也催促道。程毅见状，仍不紧不慢地问道：“你们知道今天是几号吗？8月8号啊。怎么了？告诉你们，可都听好了，再过5天，会有一批刚从警校毕业的优秀生分配到我们局里。哎，还以为什么大事呢，就不是常有的事吗？至于搞得这么神神秘秘的吗？”卢顺清叹道：“别打断我的话行不行？”程毅寒嗔道：“我告诉你们，这次和以往不一样，这一次分配来的毕业生和往年可有所不同啊。”会有什么不同啊？还不都是警校毕业的优秀生，没经验，办案能力也一般，怎么？难道这次会分配几个超人来不成？许正阳不屑地说道。不错，不过不是超人，是超级女警。程毅说道。很正常啊，每次不都有几个分配来帮忙搞搞内勤的吗？张海东懒洋洋地说道。这次和前几次不同，10名里面就有8名是女的。闻言，众人像被电了似的，异口同声道：“啊，不会吧？那不等于全是女的了？”卢顺惊道：“不错，全是女同胞。”顿了顿，程毅接道：“而且分配到我们组的还是位警校最优秀的，长得还挺漂亮的。”最优秀的？郭鹏笑着说道。还长得挺漂亮。卢顺也笑着说道。他，程毅拍了拍桌子，说道：“喂，各位保持点形象行不行啊？真是的，干嘛？一听说有漂亮的女生要来，就兴奋成这样了吗？”卢顺忙说道：“不是这样的，毅哥，我们4个经常在外面混，再漂亮的也见过，只是我们担心的是你啊，你成天不是睡觉就是在警局上班，见过的美女可没我们4个多，我们是怕你万一见人家长得漂亮，一下子把持不住的话，就……好啊，你们现在敢拿我寻开心了？毅哥，你可别搞错了，不是我们拿你寻开心，我们所说的可都是事实啊。”听完卢顺的话后，众人纷纷都笑了起来。毅哥，你问过局长没有？这位漂亮的超级女警有没有男朋友啊？张海东问道。干嘛？要问清楚了，如果有的话，那你不是要单相思了吗？哈哈，去，不和你们一般见识，你们都给我听好了。程毅一本正经地说道，局长吩咐了，让我们把这里好好的打扫一遍，迎接新同事的到来。Yes, sir。众人齐声回道。不过毅哥你用不着担心，我们会想办法帮你把他的底细调查得一清二楚的。郭鹏拍了拍胸口说道。是啊，而且我们还会尽全力为你们2人营造出一个干净整洁的空间来的。卢顺打趣地说道。你这个死顺子，这里面就属你最狡猾了，看我今天不把你的嘴给缝上。程毅说着话，便欲冲上前去抓卢顺。卢顺也算是眼明脚快，见状迅速跑到了一旁，边跑还边笑道：“不好意思了吧？哈哈，我们的瞌睡组长也会有不好意思的时候啊，哈哈哈！你个死顺子，今天要是让我捉到了你，要你好看！”说完，便和卢顺在办公室里玩起了跑跑抓，其余的3人则在一旁乐得嘴都合不拢了。哎，这哪像是警察局啊，简直就是儿童游戏乐场吗？正当众人闹得不亦乐乎的时候，电话铃急促地响了起来。郭鹏闻讯，忙收住笑声，接起电话：“喂，刑事 A 组，请问找哪位？天景花园1号楼505室发生了凶杀案，马上派人来吧。”只听电话那头传来急切的声音：“好，知道了，你们注意保护好现场，我们马上就到。”说完，电话一放，便说道：“毅哥，出事了，天景花园1号楼505室发生了命案。”一听这话，
程毅和卢顺都不再玩闹了，只听程毅严肃地说道：“好，开工了。”天井花园中矗立着8幢的7层高的楼房，在楼房四周是整齐干净的绿化带，还有些健身的器械。而此时四周已没有了往日的轻松和舒畅，有的只是紧张和恐惧。在天井花园1号楼前围满了人，而其中还有不少的警察在忙于维持现场的秩序。喂，听说里面死了人，是不是真的？好像是吧，听说是5楼住着的那个女的被人杀了。是不是成天擦胭脂抹粉，打扮得十分风骚的那个？没错，没错，就是那个。像那种女人，成天勾搭那些不三不四的男人回来过夜，一看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东西，现在连命都搭了进去，活该。围观的群众正在议论纷纷之时，就听尖锐的警笛声在人群外响起，随后又传来2声紧急刹车的声音。围观的群众纷纷停止的议论，转头看去，只见程毅和他的4位同事迅速下了车。围观的群众见状，都下意识地让开了一条路。程毅等人穿过人群，来到正在维护现场秩序的警察面前。刑事组组长程毅。那警察一看，忙说道：“认识认识，快上去吧，在5楼。10组的人早就来了，就等你们了。”说完便让程毅等人进入了案发现场。程毅道谢后，便快步奔向案发的5楼。当他们来到5楼时，只见先到的现场勘查人员正在屋里屋外的忙碌着。他们刚一踏入505房间时，便闻到了一股刺鼻的血腥味。在大厅的地上，有一大滩血迹一直向里屋延伸。程毅没多想，便顺着血迹朝里走去。在靠内的一间卧室的床上，正仰面躺着一具身着睡衣、浑身是血的女尸，鲜血已将她胸前的衣服基本上染红了。此时，一名身着白大褂的约40岁左右的中年人从尸体旁直起了身，他将脸上戴着的口罩摘去后，这才看清此人方脸、浓眉、高鼻梁，并戴着副银边的眼镜。他不是别人，正是在警局里有着很高声誉的法医方田明。程毅一眼就看见了方田明，于是他便忙上前说道：“方神眼，这名字可不是外人可以随便叫的，因为方田明的验尸经验丰富，许多的案件有时正因为他验尸时找到的细微的线索，才最终破了案。而他又经常和程毅合作，在破案方面也帮了程毅不少的忙，所以程毅才会给他取了方神眼这个外号。”方田明一边脱去手上的橡皮手套，一边说道：“瞌睡神探，怎么现在才来啊？是不是又睡迟了？我可是一接到报案就立即赶过来了，连10分钟都还没到。”程毅说道：“看来只要有案子发生，你的精神可比谁都足，也比谁都来劲啊，真服了你了。平时没事的时候不多睡点，养足了精神，万一有什么突发事件的时候，不就没了精神了吗？好了，方神眼，你就别说闲话了，快说说你这验尸的结果吧。知道你心急，早验差不多了，就等你来了。”顿了顿，方田明又道：“死者女性，从尸体的僵硬程度来看，应该死了约10小时左右。”听到这里，程毅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表，然后说道：“如果按你所说的从现在往后推10个小时，应该是昨晚11点半左右死的了。应该差不多吧，不过在大厅中也发了血迹，我想第一案发现场应该在大厅，而尸体是凶手将死者杀死后搬到这里来的。一些具体的情况还要等尸体带回警局进行详细的解剖才知道。不过死者身上被捅了数十刀，而捅在心脏的是致命的一刀，这一点可以肯定了。还有一点你可能想不到，是什么？”程毅疑惑地问道。方田明把程毅带到尸体旁，将尸体的睡裙掀了起来，指着尸体的下体说道：“你看，死者的下体被人用线给缝合了。”什么？不会吧？
虽然程毅早已经习惯了充斥着血腥、惨不忍睹的凶杀现场，可仍被眼前的一幕和方田明的话给惊呆了。怎么样，很震惊吧？我刚才已经检查过了，这些线缝的有条不紊，可见是在死者毫无反抗能力的情况下缝的。我想应该是在死者死后才做的。为什么凶手会这样做呢？程毅回过神后问道。这你怎么会问我呢？你要问就问凶手去啊，我只负责验尸，破案的事就留给你这位瞌睡神探办了。多去周围了解一下这死者的为人吧。我刚才来的时候听下面围观的群众议论这人，好像没一句是好话啊。麻烦你了。程毅客气道。祝你早日破案。这话说完，方田明便拎着提包走出了现场。第3张相片。程毅朝卧室的四周看了看，在死者躺着的床旁有一个梳妆台，在台面上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化妆品和一个小化妆盒。程毅便走上前打开化妆盒，只见里面摆放着眉笔、小剪刀和各色口红，并无特别之处。而在化妆盒旁则摆放着4瓶外观各异的香水。程毅逐一拿起看了看，其中只有1瓶还是崭新的，没有用过的痕迹。程毅将这瓶香水拿起来，在喷头上轻轻压了一下，顿时一股浓烈且诱人的香味在程毅身边扩散开来。程毅则被这股浓烈的香味呛得轻咳了几声，于是他赶忙将其放回了原处，随后便出了卧室，来到了大厅。这时他才仔细地观察了整间房子，这房子2室1厅，一进门左手边便是饭厅和厨房，而右手边则是大厅，北面则是2间并排的卧室，中间仅有1墙之隔，而死者则是在靠左的卧室里。大厅内摆设也很简单，除了沙发，就是一台29寸的彩电，还有一台 VCD 机。正在这时，程毅见张海东正向他走来，于是问道：大东，是谁先发现死者的？张海东说道：是住死者楼上的一名住户，他今天休息，所以起得比较晚，刚才下楼买早点时，发现这里的门是虚掩着，他还以为是小偷，便试着推开了房门，却发现地上有血迹，于是忙找来这里的保安，后来进屋才发现原来死了人。那你问过保安昨天夜里有没有发现可疑人员进出呢？保安说他也不知道，因为他说他昨晚10点过后有小睡了一会，所以10点过后有没有可疑人员进出，他没有一点印象。那查出死者是什么人了吗？还没有，我们整间屋子都搜查了一遍，并没有发现和死者有关系的东西，就连身份证都没有。听保安说这女的是租住在这里的，原来的房东搬走后便把房子租给她了。不过我问过这里的住户，他们说这女的好像是干3陪的。为什么这么说？他们说这女的经常打扮的妖里妖气的，平时不是夜不归宿，就是带些不三不四的男人回来过夜。没错，正经的女人应该不会这样，不过也不能太早下定论。我们破案最忌先入为主的观念。程毅单手托着下巴思索着。知道了。张海东点头说道。话正说着，就见郭鹏面带笑容地走了过来。程毅见状便知他有所收获，于是问道：郭子，什么事把你美成这样了？是不是找到什么线索了？郭鹏神秘的一笑。你猜？张海东不耐烦地说道。哎呀，我说郭子，你有什么好消息就快点说出来吧，别卖关子行不行啊？程毅并未催促郭鹏，只见他看了看郭鹏，又低头沉思了片刻，然后说道：我想应该是死者的一些资料，是吧？郭鹏点头说道：果然是一哥，一猜就中。张海东急道：既然这样，那你就快说啊。郭鹏说道：我刚才去问过住在这里的居民了，他们都说这女的很不正经，是干3陪的。还未待郭鹏把话说完，张海东插道：这我也查到了，已经和一哥说了。你该不会就只查到这些吧？哼，
你可别小瞧人行不行？郭鹏略显不满地说道。我还查到一条很重要的线索，虽然在这里没一个人认识他，而他也很少和这里的住户来往，可有人看见他曾在离这里不远的 S 街想舒心发廊进出过。闻言，程毅立即吩咐道：“很好，马上把顺子和正阳叫来。”好的。说完，郭鹏便转身离去。不一会，卢顺和许正阳二人来到了程毅面前。程毅说道：“剩下的工作就交给10组的人去做吧。现在顺子和正阳，你们二人一组，去找一下这里的房东，看能不能了解到一些死者的情况。而大东和郭子跟我一起去想舒心发廊走一趟，动作都迅速些，办完事在警局碰头。” OK， 众人齐声应道。在车上，张海东说道：“也真有意思，这女的家里怎么连一张照片都没有呢？这还不简单，像她这种女人，除了钱以外，其他的东西也许就都不重要了。”程毅说道。郭鹏问道：“毅哥，刚才你和方医生聊过了，他都说了些什么？”程毅神秘一笑 ：“Sorry， 在验尸结果未出来前，无可奉告。”说完便认真开车，不再说话了。而此时车内安静了下来，每个人都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S 街到了，三人下车后，沿街寻找着想舒心发廊。在 S 街居中的路段，终于让他们找到了这间发廊。这间发廊店面不大，只见在店门上用红色塑胶纸贴着 H 油、烫发、染发、洗剪吹、内设空调等字样，而写着想舒心发廊字样的招牌，油漆已有部分脱落了。程毅等人二话没说便进了发廊。一进门就见一打扮时髦、染着金发的年轻女子满脸笑容地迎上前：“几位，是洗头还是理发啊？”因为程毅他们平时都是穿着便装，所以这金发女子并未看出他们是警察，还以为是生意上门了。程毅掏出了证件，说道：“我们是市局重案组的，我是组长程毅。”年轻女子先是一惊，随后立刻镇定了下来，然后往椅子上一坐，翘起二郎腿说道：“原来警察啊，有什么事啊？我可没做什么违法的事啊。”程毅听后，便在年轻女子对面找了张椅子：“我们来呢，并不是讨论你有没有做过违法的事，这些事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我们这次来呢，是想向你打听个人。”“什么人？”那年轻女子听程毅说明来意后，顿时轻松了许多。一听年轻女子的语气没刚才那么冲了，程毅便乘机问道：“你们这里是不是有个小姐住在天景花园？”年轻女子低头沉思了片刻，道：“你们说的是小芬吧？我记得她有说过，她家好像是住在天景花园，不过具体哪个楼我就记不清了。那你有她的照片吗？”郭鹏在一旁问道。年轻女子闻言，便起身从一旁拿来个手提包，摸出了钱包，从里面取出张相片，递给了程毅，说道：“单独的相片没有，只有这张6个人的合影，从左面数第3个就是小芬了。”程毅看过相片后，便递给了站在一旁的张海东和郭鹏，然后他说道：“你可知道这小芬的本名叫什么吗？”“不知道。”他只说他叫小芬，至于本名叫什么他没说，我们也就懒得问了。是不是他出什么事了？他今天一早被人发现，被人杀死在家中。”张海东说道。闻讯，年轻女子震惊的好半天没说出一句话。这时程毅在一旁说道：“小姐，别害怕，我想问你，你昨天有见过小芬吗？”“昨天？”年轻女子这才从震惊中回过了神，她思索了片刻：“见过，当然见过了。那小芬和你是什么关系？她是不是在你这里干活的？”“不是，小芬其实并不在我们这店里做事，只是偶尔闲来无事便到我们店里帮帮忙，陪我聊聊天而已。她具体在外面认识什么人，做过什么，我从不过问。”
那你昨天最后见到他是什么时候？昨天早上吧，他很早就来我这里了，说结识了一个大款，要包他一整天。他还说他早就看好了一瓶名贵的法国香水，到时候要狠宰那大款一笔。你能肯定小芬说的话吗？程毅略显疑惑地问道。警察先生，你们是不了解小芬啊，她可是出了名的小骚狐狸，谁要是肯出钱，她包准就和那人上床。就凭她那一股子的骚劲，别说一个大款了，就是10个大款也有可能啊。那你知道那个大款是什么人吗？这我就不知道了，他只说是个大款，而我当时有客人在，也就没多问了。很好，谢谢你提供的这些情况，希望今后你还能多和我们配合。说完便从夹包里掏出了一张名片，递给那年轻女子。这是我的名片，如果你再有想起什么事情，请尽快和我联络，这上面有我的联系电话。这你放心，小芬再怎么说和我也算是朋友，她出事了，我也很难过。年轻女子略显伤感地说道。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先走了。说完便起身带着张海东和郭鹏离开了享舒心发廊。三人上了车后，程毅首先开口说道：怎么样，你们听了刚才那女人的话后，有何感想？郭鹏看了看手上小芬的照片后，说道：这照片是张合影，人照的小了些，可仍能看得见小芬的样子，这和案发现场的尸体是同一个人。而且看她这副样子，也知道不是什么正经的女人。张海东接道：不错，郭子说的没错，更何况我们也通过死者的邻居了解到，这女的晚上不是在外过夜，就是带些不三不四的男人回家过夜，这要是个正经女人才怪呢。还有呢？程毅发动了汽车，随后又问道。郭鹏道：像他干这行的，人际关系一定很复杂，看来查起来很有困难，因为大多数他都是和人搞一夜情，那些男人也都是快活完后付了钱走人，要想查到从人际关系这方面入手，看来不容易啊。程毅点头道：不错，可我们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那名不知名的大款。现在从那名发廊女说的话来看，这名大款可以列入重点嫌疑对象了。不过现在我们先回警局吧，看看顺子他们那边查的怎么样了，或许尸检报告也已经出来了，我们也顺便了解一下具体的死因吧。当程毅他们回到办公室时，卢顺和许正阳早已在办公室里等候多时了。当他们一见程毅回来后，赶忙迎上前去。程毅见状，忙问道：怎么样，顺子、正阳，你们查的怎么样了？卢顺忙说道：我们在天景花园物业处查到了那房子的主人，他名叫李文，这人是个暴发户，他靠炒股票发了财，在天景花园买了套房子后，又在近郊买了幢别墅，而天景花园的房子就用来出租。据他所说，租这房子的人是个女的，名叫刘芬。程毅问道：既然是租房子，那应该会有身份证之类的证件做抵押才对啊？按道理应该是这样，可这由于他这是私人出租，所以在这些细节上就没太注意。他说反正有人要租就租出去了，而且这女的事先付了半年的房租，既然租房的人都如此爽快了，他也就没话说了。不过好在这李文记性不差，我们经过他对租房者的描述，做了张肖像画出来。说完这话，卢顺便递给了程毅一张画着人物头像的画。第4章天元酒吧。程毅接过一看，又朝郭鹏要过了在享舒心发廊里拿到的照片，一比对，便说道：刘芬，不错，应该是同一个人。现在我们已经可以确定死者的身份了，也算是有所收获的。当，办公室外传来了敲门声。请进。程毅说道，众人也一起朝门外望去。只见一身着白大褂的警察径直来到程毅面前，然后地上的一个文件夹，程组长，
这是方医生让我拿来的验尸报告。程毅接过文件夹后，客气地说道：“这么快，你们的效率还真高啊！这是应该的，配合你们办案吗？如果没事的话，我就先走了。”“好的，慢走，顺便帮我向方医生道个谢。”“好的。”说完，那穿白大褂的警察转身离去了。程毅忙打开验尸报告，认真地阅读起来。许久，郭鹏才在一旁问道：“毅哥，怎么样？验尸报告上是怎么说的？”程毅这才把目光从验尸报告上移开了。死者，女性，年龄约在22至24岁之间，死者身中24刀，致命的一刀是在心脏的位置，也就是说，死者在被凶手一刀刺中心脏毙命后，凶手又在死者身上捅了23刀。第一案发现场在大厅，死者在死后被凶手搬移至卧室。死者身着睡衣，身上并未发现任何可疑的指纹，现场房门未发现被人撬凿的痕迹，也未发现有与人争斗过的痕迹。凶手所使用的凶器现场也未找到，而在现场其他地方所采集到的指纹过于混乱，所以无从下手。地板上则有明显擦拭过的痕迹，这说明凶手很冷静，也很小心，在作案后还将脚印擦了干净。还有就是新村的保安说他昨晚10点左右小睡了一会，而死者的死亡时间又是在夜里11点半左右，依此推断，凶手应该是在保安睡着后，也就是10点过后潜入新村，然后伺机作案的。如果在10点之前就已经潜入新村了，那他藏身应该是个阴南，因为那里的保安每隔1小时就会巡逻一次。还有最重要也是最不可思议的是，死者的下体被人用线缝合，线缝得很整齐，应该是在死者死后才做的。前面的一些事些早在众人的预料之中，可这最后一句让众人倍感震惊。卢顺惊道：“不会吧，下体被人用线缝合了？”许正阳接道：“哇，不会吧，杀了人还要用线把下体缝合，这不是变态狂吗？”程毅说道：“不错，这正是一种变态的行为。凶手不仅杀了人，而且在杀人后并未迅速逃离现场，反而在现场将死者的下身用针线缝合。这人如果不是神经病，就是个变态狂。一般常人在杀人后都由于情绪上的紧张和害怕，大都会迅速离开现场。可这凶手不仅在死者身上多捅了20多刀，而且在杀人后还留在现场，并将死者的尸体从客厅移至卧室后，对死者的尸体进行变态的行为。可见此凶手的思维方式与常人有所不同。案发现场未发现凶器，地板也有被擦拭过的痕迹，凶手又对尸体进行了变态的行为。看来这名凶手是个能在案发现场保持冷静头脑的变态狂。”许正阳说道。“哎，这案子叫我们可怎么查啊？”卢顺哀道：“凶手居然有可能是个变态狂，人海茫茫，想找个普通的、正常的人都不容易，更何况想找个心理不正常的人了。”郭鹏说道：“这也未必。”“怎么说？”程毅问道。“这死者生前是个3陪女，我们可以从她曾陪过的客人入手进行调查，更何况死者的房门并未发现有撬凿的痕迹，这可以说明有很大的可能是死者认识的人做的案，有可能就是和死者生前发生过关系的人做的案，或许和死者生前发生关系的人之中就有些是变态狂，也不一定呢。”郭鹏说道。程毅满意的一笑：“郭子说的有道理，像他这样的3陪女，有时为了钱，就是再变态的客人都有可能接，只要有钱就行。可还有一点也可以让死者自动开门，就是找个收水费之类的借口，死者也有可能会自动把门打开。不过先从死者生前交往过的人下手，的确是很正确的思路。可是还有一个人也很值得我们查，也可以说是重点嫌疑对象，
那就是有可能是最后见过死者的那个大款，因为我们现在暂时不能排除死者在见过那大款后有没有和其他人有过接触。郭鹏略带疑惑地说道：“话是不错，不过一哥，你真的相信那个发廊女所说的话吗？”“不错，我相信，因为她没理由骗我们。从她听说小芬死讯时的震惊的表情来看，应该不是装出来的。而且我也在死者的化妆台上找到了一瓶还未用过的香水，我想80%就是那名大款买给她的。”程毅肯定地说道。许正阳点头说道：“既然有这么多的线索可以查了，一哥，分配任务吧，我们都快等不及要看看这变态杀手的庐山真面目了。”“好吧，我也很想一睹凶手的真面目。”程毅正色说道。“郭子和我一起去查那不知名的大款，而你们3个人则分成3组去查一查和死者生前有过接触的人，看看其中是不是有人患有精神或心理方面的障碍。不过这可是个艰巨的任务，你们可要认真些啊！如果人手不够的话，我可以向局长审请从别的组调些人过来帮忙。”卢顺笑道：“一哥，我们3个人可抵30人啊，我们的实力你可以绝对的放心。”程毅也笑道：“好，我相信你们。不过大家都听好了，这个案子是一起凶杀案，凶手可能患有精神障碍或是心理疾病，所以大家都要仔细的注意和死者有过接触的每一个人。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再过5天新同事就要来了，人家在警校里可是最优秀的，所以我们给他的第一印象也一定要是最好的。5天之内破案，你们有没有信心啊？”众人齐声回道：“有300%的信心。”话音刚落，就听卢顺插道：“为了一哥将来的幸福，我们就算再没有信心也要拼啊！”一听这话，众人都笑了起来，只有程毅一脸的尴尬，他似笑似骂地说道：“好了，你们几个越来越滑头了，尤其是顺子，等这个案子破了，我再找你算账。”这时卢顺边往外跑边对张海东和许正阳说道：“大东、正阳，你们还磨蹭什么呢？快点办事去吧，可千万别耽误了我们一哥的幸福啊！”说完这话，一溜烟的跑没影了。而张海东和许正阳闻言，也急忙奔出了办公室，开始按程毅的吩咐对案件展开了调查。看着他们3人离去的背景，郭鹏问道：“一哥，我们是不是还要去想舒心发廊一趟？”聪明，从死者所做的事来看，他的朋友应该不会很多，因为大多数都是些嫖客，一直在搞一夜情。而这张照片上却是6个人的合影，能和这种女人合影，想必一定和他关系不一般。而且像这种女人要是傍上个大款，那一定会在同僚的面前夸耀一番，从他把这事告诉那个发廊女就能看出来了。我想他应该还有和别人提起过大款的事，我们去查查照片上另5个女人的情况，说不定会有所突破。程毅单手托住下巴说道：“有道理，既然这样，那我们就快走吧。几位警察先生啊，又有什么事啊？该说的我早上不都已经说过了吗？你们还要我说什么啊？人被杀了，你们不去抓凶手，怎么老往我这小店里跑啊？”想舒心发廊的金发女子一见到程毅和郭鹏再次的到来，便不满地发起了牢骚。郭鹏怒斥道：“你发什么牢骚？我们警察办案难道还要看你的脸色吗？”年轻女子一听这话，便立刻没了声音。这时程毅拿出照片问道：“你别烦，也别怕，我们也不想一直往你这里跑，我们也有很多的正事要办，我们只想来问问你，这照片上的人你都认识吗？”年轻女子连看也没看便说道：“不熟，只见过几面，她们都是和小芬玩得很好的姐妹。”“那在哪里才能找到她们呢？”“那你们去天元酒吧找吧，我还忘了告诉你们，小芬也在这家酒吧当陪酒小姐。”“谢了，再有什么事我们会再来找你的，希望你下次可别再发牢骚了，
配合警察办案可是每个公民应尽的责任，懂吗？程毅慢条斯理地解释道。好啦，知道了，不过我可不希望有下次了。年轻女子说完便不再说话了。程毅微微一笑，便和郭鹏离去了。才出门走了没几步，就听郭鹏气呼呼地说道：“真是的，什么态度吗？好像我们想打扰他似的，还说别人是什么小骚狐狸，我看他自己也够骚的了。”程毅安慰道：“好了，这种女人就是这样的了，你要是玩硬的，她有时反而不吃这一套。不过还好刚才有你来这么个硬的，才有我后来的软的，这叫软硬兼施，否则还不知道他会不会继续说呢。不过你现在好像也是在发牢骚吧？没的事，我才没那么无聊呢，为这点小事，不值。既然不值了，那就别多说了，快上车吧，现在就去天元酒吧逛一圈。”郭鹏看了看表说道：“现在才5点，那些陪酒小姐应该还没到开工的时间吧？”“这我也知道。”程毅发动了汽车，“我们先去坐坐，就当吃些点心吧。”“我奉陪，正好我也饿了，那就快开车吧。”当程毅和郭鹏到达天元酒吧时，酒吧内冷冷清清的，除了几个正在清理卫生的服务生外，客人是一个没有。当程毅和郭鹏进到酒吧内后，一服务生忙迎上前：“二位来得可真早啊！”程毅找了个靠角落的位置坐下后，说道：“是啊，今天下班的早，没事做，所以就过来了。怎么，你们还没到营业时间吗？”“不是的，不是的，我们是24小时营业，只是一般都是到了晚上6点过后，客人才会多起来。”服务生生怕上门的客人跑了，所以赶忙解释道：“